欢迎来到黎春正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梦中的那片海，春生终于发现小梅是书库女孩了，真爱一直在她身边，等到了，终于等到了。剧迷们终于等到这一天，肖春生终于发现，童小梅正是当年让自己心动的书库女孩。蓦然回首，他心心念念的真爱，其实一直都陪伴在自己身边，以一种沉默隐忍、克己奉献、关怀体贴、不计回报的方式。01初恋就是一场阴差阳错。明明肖春生和童小梅认识在先，明明叶国华和贺红玲邂逅在先，但是阴差阳错，春生错过了小梅，国华错过了红玲，一场错位的初恋，从肖春生和贺红玲成双成对开始了。梦中的那片海剧情一开始，贺红玲这个围着红围巾，戴着一顶大红帽子的漂亮女孩，就如一团热情亮眼的火焰，吸引了周围所有男孩的目光，包括叶国华和肖春生。大家都说贺红玲把童小梅比下去了，女2号比女1号更吸引人，更好看。看到后面剧情才明白，其实并非演员李沁颜值降低了，而是出于角色的需要，李沁从妆容到服装都刻意在降低自己的颜值。因为从剧情来看，很明显，贺红玲和童小梅两个女孩，贺红玲属于那种外在的热烈夺目的美，属于先声夺人式的泼辣外向美，而童小梅呢，却属于清秀内敛式的含蓄端庄低调的美。如果说贺红玲是一朵娇艳夺目的红玫瑰，那么童小梅就是一朵默默吐露芬芳的白梅花。对于情窦初开的年轻男孩来说，贺红玲这样散发着耀眼光芒，又有才艺，小提琴拉得好，而且出身音乐世家，肯定会具有一种艺术气质的女孩子，正是他们的梦中情人。而朴实内敛的童小梅的美，却需要有心的男孩去慢慢体会和发现。小梅出身于部队高干家庭，父亲是副司令，但对她要求严格，所以你看，小梅的衣着从来都是朴素大方型的，衣着打扮完全就不像是一个司令的女儿。而且小梅的理想是当一名救死扶伤的医生，她的精力从来没有放在吃穿打扮、谈情说爱上，除了暗恋肖春生外，她的所有精力都投入到了对医学知识的学习当中。正如肖春生一开始错过了童小梅，我们观众一开始也忽略了女1号小梅的美，而把目光都投射到了女2号贺红玲身上。相比起叶国华对贺红玲的明恋和大胆追求来，童小梅对肖春生的爱一直都是默默的，不声不响的。甚至在肖春生说起他对书库女孩的心动时，童小梅也没有对春生明说，她就是那个书库女孩。02春生蓦然回首，发现真爱一直就在身边。热烈的爱情燃烧着肖春生和贺红玲两颗年轻的心，从而让他们都忽略了彼此之间的三观不合。目光敏锐，头脑一贯清醒的叶芳早就看出来，贺红玲是一个为着现实的一切可以放弃虚无缥缈爱情的女孩，是一个有野心、有着自己坚定追求的女孩。但是那个时候，就连贺红玲自己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。朋友们还记得贺红玲的妈妈心脏病复发，贺红玲紧急求助叶国华，帮助找大夫做手术那一集吗？肖春生把自己所有的津贴，连同战友们一起凑的钱，全都给了贺红玲。肖春生的姐姐肖艳秋
也把自己积攒的工资以及爸爸的退休金一起都给了贺红玲，但还是凑不齐贺红玲妈妈的手术费和住院费。但其实这时候，贺红玲已经接受了叶国华的帮助。当时，叶芳受哥哥委托，去医院给贺红玲送钱。叶芳对贺红玲毫不客气地说了一番话，说贺红玲既想要肖春生的理想爱情，又想要谢国华提供的现实面包。当时贺红玲还倍感委屈，对着谢芳毫不客气地发火了，说自己不是现实势利的女子，说叶芳小瞧她了。但后来的事实证明，叶芳完全没有看走眼。当肖春生在战场上负伤，有可能终生都要与轮椅相伴时，当肖春生主动提出复原，并和贺红玲提了分手时，贺红玲是怎么做的呢？贺红玲选择继续留在部队，选择了默认分手，因为她刚刚荣升了乐队队长。而童小梅呢，却主动放弃了医学院进修的机会，主动打报告请求复原，陪伴肖春生回北京继续治疗。谁更爱肖春生，谁的爱更纯粹无私，高下立判，一目了然。作为出身底层，生活贫苦，妈妈生病的贺红玲，我们也不忍心去谴责她为了前途放弃爱情，但很明显，童小梅是一个更值得肖春生去爱、去终生守护的好女孩。如果没有童小梅长期的鼓励和陪伴，没有小梅细心体贴的专业护理照顾和坚持复健，以及小梅为了彻底治好肖春生的腿，求助于妈妈，为春生搞到了国外先进的治疗仪，那么春生很可能就一辈子都站不起来了，一辈子与轮椅为伴了。是童小梅给了肖春生第二次蓬勃绽放的生命，让负伤的春生重新站了起来，重新变回了那个一腔热血、顶天立地的男子汉。两个人的爱情也在这段艰难的春生腿部复健阶段悄悄的萌芽生长了。对于小梅来说，是多年来持续不衰的爱，对于春生来说，却是不知不觉的将对小梅的友情转变成了一种相依相恋、再难割舍的爱情。第25集预告，春生终于在小梅珍爱的那本护理札记中，发现了小梅一直珍藏着，不知悄悄看了多少遍，抚摸了多少次的心爱书签。他这才明白，原来小梅就是当年那个书库女孩，原来真爱一直都在自己身边，默默陪伴多年。03春生对红玲的爱只是青春的懵懂与冲动，对小梅才是水到渠成、三观一致的爱情。第27集预告中，贺红玲和叶国华一起回北京参加好友聚会。贺红玲看到肖春生和童小梅在一起了，心里酸溜溜的。在什刹海冰场，这个当年贺红玲和肖春生一见钟情的地方，贺红玲又重新围上了大红围巾，戴上了大红帽子，一如当年。只是衣着虽依旧，但物是人已非。贺红玲早已不是当年那个单纯热烈的女孩，肖春生也不再是当年那个只知追求外在、青春懵懂的少年。当贺红玲质问肖春生，你当年一封信就把我给甩了，就当一切都没有发生过吗时，贺红玲也真是无理争三分，明明是他内心早已放弃了负伤的肖春生，现在见肖春生好了，却又责怪是肖春生抛弃了他。肖春生回答说，我永远都不会否认，我当年爱过你，只是他对贺红玲的爱早已成为了过去式。李治拒绝了贺红玲的再度求爱后，春生回去和小梅表白了。春生对小梅说，幸好是你，原来早在我自己都不知道的时候，我就已经爱上你了。
是的，幸好是你，是你童小梅，这个爱的无私、爱的深沉的善良女孩，这个与春生三观一致、性格互补的可爱女孩。作为观众，非常开心看到肖春生和童小梅这对恋人终成眷属，开心小梅纯洁无私的爱情终于得到了最好的回报。在以后的人生岁月中，无论遇到多少困难和挫折，相信春生和小梅这对爱人一定都能够携手度过，相依相伴。感谢您观看视频。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，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祝您生活愉快，充满活力。再见。